路径面板咱们刚才也做了不少的认识。那我们知道咱们绘制的路径呢，在图层里面，这跟图层没关系。绘制的路径呢，都在路径面板里面。在路径面板里就汇总了一些关于路径相关的操作，便于咱们来使用路径这个工具。比如说下面咱们来看路径面板，这里呢有一排按钮。那么第一个按钮是什么呢？用前景色来填充路径。咱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在试之前，咱们现在先把这个临时路径变成永久性的路径。比如咱们就可以把它拽一下，拽到这里的一个新建路径的一个按钮，拽到这个按钮上。好了，这样它就变成一个路径1了，这个就不是临时路径了。那这个路径1它是可以保存在 PSD 文件里的它是可以存起来的。咱们来看一下路径面板的按钮，第一个功能选中这个路径，第一个功能就叫做填充。这个时候咱们就在图层面板来新建一个图层。那因为填充这里呢就是和像素打交道了因为这是像素类的填充。咱们新建一个图层1，然后点击这个按钮，这样隐藏这个背景图层1呢就填充了一个前景色，这个白色，目前咱们的前景色是白色。这个按钮的功能就是填充。同样咱们也可以在路径这个层上来右击找到填充路径有这个菜单，打开之后呢有相应的选项。那这些选项和咱们之前讲到的那个 Shift 加 F5 这个填充这里的选项是一样的，它们是相通的所以具体的东西这里就不多说了知道路径第一个功能就是快捷的填充这个路径。好，咱们先隐藏这个填充，再新建一个图层。咱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按钮，这个按钮呢就叫做用画笔描边路径。这个呢就是描边。那如何来描边呢？咱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点一下试一下这样汽车周围呢，大家看描了一个白边是吧？这个白边呢，这个描在了图层2上。那这个白边的设置呢，就跟画笔的设置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里的画笔工具。那我画一下，是吧？就是这个线形，它就是按这个线形来绘制的。然后再新建一个层放在顶上。我们先把这个图层2隐藏掉，先不管这是那个矢量路径。然后我们选择矢量类的工具，哪个都可以，比如说钢笔或者是选择工具。咱们也可以通过右击在这里呢找到描边路径也可以在面板菜单这里找到，都有。或者呢也可以使用 Alt 键来点击下面的这个描边按钮，使用 Alt 键点击这一个描边按钮，这样呢也可以来弹出描边路径的对话框。那现在我们看这里就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现在描的是画笔，那下面还可以再选还可以选这么多，是吧？这样我们描边其实就很丰富了，可以描各种各样的效果。再一个就是下面这个模拟压力，这个模拟压力呢会经常用到。如果我们来勾选模拟压力的话，这样画笔就会自动的来感应出一个带着压力的效果。怎么回事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勾选压力现在再来看一下大家看这样呢跟刚才那个就有点不一样了，是吧？模拟了压力以后，从第一个点这个时候感觉画的力度呢是最小的，线型最细，然后越来越粗，越来越粗，这个模拟出来一种用力的感觉。
然后到收尾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啊，它有这样一种手绘的感觉，手绘压力的感觉啊，这就是这个选项带来的效果。好，见识到了填充和描边，咱们再来看路径面板上后面这第3个按钮，这个就是咱们说过很多次的将路径作为选区载入，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点一下路径变选区啊，说了很多次了。那再来看后面啊，咱们先保持这个选区状态，再来看后面这个按钮第4个，这个呢是从选区来生成工作路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反过来了，咱们现在有选区，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现有的选区来转换为路径。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也讲过，如果你有心的话回忆回忆啊，我肯定说过。我们可以来点一下啊，点一下这个按钮看一下。那我们看现在汽车这个边缘又生成了路径了。那么这个路径是不是就是我们原来的路径呢？答案是否啊，不是。那怎么能看出来不是呢？咱们来看路径面板。这个时候我们看路径1这里还好好的还存在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显示的路径呢，是一个新创建的工作路径。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变成选区，然后转成路径，然后路径呢又转回选区，同一个路径来回的转，不是这样的。我们一旦把路径转换为选区，那比如现在这个路径啊，这个工作路径，咱们再把它创建一个标准的路径，那然后来生成选区，建立选区，确定，这样就又生成了选区了哈。然后就可以通过右键，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选择类的工具模式下，记住这时候它是选区，咱们在选择类的工具模式下右击找到建立工作路径，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啊，其实也就是这个路径面板下面这一个按钮啊，从选区建立工作路径。那么点击建立工作路径，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容差值，容差这个概念咱们遇到过很多次了，是吧？现在默认的情况下是 2.0， 那么咱们按这个默认的值先点一下确定。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时候呢就又生成了一个新的路径。那么说这个新建的工作路径和原始的路径一样不一样？就是原始的这个转换为选区的路径，它们一样吗？是不太一样的。那怎么能看出来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见到的这一个选项容差，如果容差值调得越大，那么这个路径的这个锚点呢就会相应的进行精简啊，它就会出现一定的变形。那如果现在这里是 2.0， 那这个容差在2个像素的这一个左右徘徊，是吧？那么咱们如果改成8个像素呢，点击确定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大家来看，那如果看不清，咱先把这个汽车隐藏掉。好，这是新建好的工作路径，容差为 8.0， 这是原来的，我们点一下原来的看一下啊，这原来的这是我们自己一个点一个点手绘出来的。那转成选区之后，它就基于像素来计算了。那基于像素在转回矢量的时候呢，要进行容差的控制。那如果你容差值越大的话，就会精简好多的像素信息，这样的这个曲线就会变得非常的光滑，但是呢自然也就损失了很多的细节了。咱们现在先选一下钢笔工具啊，选一下钢笔工具，再来看选项栏，第一个是选区，这是咱们介绍的第一大项，就是选区啊、填充啊、
这个描边啊、选区转路径啊、路径转选区啊，这是咱们说到的路径应用的第一大方面。那么第二大方面呢，就是蒙版。大家看这个蒙版叫做什么呢？新建矢量蒙版。包括图层菜单里面也可以来找到这一个矢量蒙版相关的这个命令。好，咱们就来看一下矢量蒙版怎么来用。我们选择钢笔工具，在选项栏上点一下蒙版这个选项，点一下。那么看当前图层呢，现在就添加了一个蒙版，后面这个就是矢量蒙版。那这个时候在路径面板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矢量蒙版的临时路径啊，这个先不管它，咱们可以把路径先隐藏掉啊，不选它，隐藏掉路径。那这样这个汽车呢就实现了抠图的这个效果啊，被抠出来了。那看得不清楚，咱们把图层改成一个白底儿啊，Auto Delete 填充个前景色白色。啊，这样看起来矢量蒙版和图层蒙版其实区别不大，都能够达到一个蒙版的效果。那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绘制的方式，图像生成的原理。普通的图层蒙版肯定就是基于像素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画笔啊、填充啊什么的来编辑图层蒙版，是吧？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矢量蒙版，我们只能用矢量工具来编辑。比如现在我们在矢量蒙版这个模式下啊，然后直接选择工具，选择蒙版上的路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编辑一下，比如选这个点，这样这个点移动上面了之后，这个蒙版的形状也跟着变化，就露出来上面的东西了，是吧？比如把这个点往下走啊，就把汽车这一块消掉了。或者在蒙版上添加新的路径，达到显示或者隐藏画面上某一部分的这个效果，这个目的。那矢量蒙版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了。首先它是矢量的，这个可以绝对保证精准。那它的算法是基于数学意义上的线，所以呢这个肯定能够保证绝对的精确。再一个就是可编辑性啊，一旦形成蒙版之后，哪里有不满意的，咱们可以呢随时进行调整和编辑，是吧？这样你想怎么变怎么变，是吧？这个呢就靠你自己来动手变了。当然我们图层蒙版也可以编辑，但是编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编辑的方式呢，就是只能是用画笔啊、橡皮啊、常规的像素类的处理呢来进行操作。而矢量蒙版呢，我们就把像素放在一边，用我们矢量的方法啊，就是控制锚点，来控制角点、曲线点，用这些方法来绘制图形。好，了解了蒙版，咱们回过头来再来看钢笔工具的选项栏，在蒙版的后面这里呢还有形状，接下来咱们就要讨论的就是形状了。这个形状按钮，现在这个形状按钮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功能就是在现有的路径上来建立一个形状图层。咱们现在可以先点一下看一下啊，点一下。我们来看在图层0的上方，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形状图层啊，刚才这些都没有用了，咱们先把这些都删掉。形状1，大家看在这个图层的缩览图上，缩览图的右下角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符号，这样的一个图层就叫做形状图层。那形状图层也可以说就叫矢量图层。那这个形状图层就是基于我们刚才画的这个汽车啊生成的一个形状，一个图形。好，我们来看钢笔工具的选项栏，在第一项选择模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有路径和形状可以选择。我们之前讲的一直在讲路径，一直在画的是路径。那路径是什么呢？路径是一种无形的，它是一种辅助图形啊，它没有像素的效果，
它不会在画面上产生像素，它是一种辅助的工具。那形状呢？我们选择形状，这个时候画出来的形状和路径就不一样了。形状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个图层一样，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图层啊，它有填充啊，也有边缘，它自己本身就带有像素的效果，这一点就和路径大大的不同。形状它是包含像素的概念的，那它是不是就是像素图呢？不对，它的核心呢还是路径。我们前面学习了路径的画法，知道路径怎么画，那么形状怎么画呢？在形状模式下，如何来画出一个我们想要的形状呢？和画路径是一模一样的啊，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选择形状图层，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在这个路径面板呢，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形状1的形状路径啊，这样一个临时路径层。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恰恰就说明了路径就是形状的最基本的部分。好，咱们现在先不管汽车这个形状，我们来新建一个文档。咱们选择钢笔工具，现在来试着画一下形状，看看是不是和路径是一样的啊？肯定是一样的，也是由创建一个锚点开始，然后再创建另一个锚点，一个点，一个点，这样就创建了一个简单的形状。咱们把背景可以隐藏一下。那现在这个形状，咱们也可以通过刚才学到的那些路径的编辑方法啊，用直接选择工具，选择锚点，可以调整位置。那也可以用转换点工具来转换点的类型，比如说把角点变成曲线点，这边这个也是变成曲线点啊，也可以用添加或者删除来删除锚点，这样来完善这个造型。那还是路径操作那一套，是吧？那所以说绘制形状这一块，这个就不用多说，你就按照路径的方法去绘制就可以了。那么形状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形状它和路径不同的地方，形状它自带有好多属性。首先一点就是你看现在呢它是有填充和描边的，那我们看填充现在是白色，描边呢是一个红色，那这些就是它特殊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选项栏，那现在是选择工具，但是也可以在选项栏里找到，也可以在钢笔类的工具钢笔工具来找到这个选项栏，这里呢有填充和描边的这个设置。咱们选择填充后面这个色块，那么在这里就可以来修改当前形状的颜色了我画完了之后还可以来随时修改，那就是通过这里来修改，比如说换一个颜色随便换那个颜色，这样相应的填充的部分呢就变了颜色了。那这一颗红心嘛，咱们就选择一个红色另外上面还有一些功能的按钮，提供了很多填充的功能。那第一个按钮，这个呢就是无颜色，选择它就没有填充了，变成空心的了，是吧？第二个，这个就是实体的颜色。第三个是什么？渐变，这个咱们在讲渐变的时候都讲过，这些呢在这里不细说，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预设的，也可以自己来调整自己来选颜色，自己来试一试，这些都不用细说。那后面这个是图案我们在填充大课的时候都讲过。那么后面这里这个色块是色器，那示色器可以自己来自定义颜色，这个都不用说了这就是一个填充。那么这个填充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我们可以来实时的来更换它的颜色，而且那它的修改调整包括放大缩小以后啊，都不会产生像素的变化，尤其是你使用渐变呢或者是图案呢你就知道这里的好处了。它是无损的操作，矢量的嘛，它是无损的，而且是可调可控的。这个也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涉及到图形的绘制的话又有填充又有描边，大家就不用想一些特别复杂的方法，就在这里使用形状，用形状图层来制作我们想要的图形就可以了。那虽然 PS 它是一款位图软件，它是像素软件，但是如果涉及到图形的绘制的话，矢量还是我们的根本这个是填充。那么有填充就有描边，那描边在这里呢就把描边变得非常简单了。那描边还是这些东西，可以无描边没有描边也可以来填这个描边的颜色，那换一个蓝色的描边，或者是渐变，还可以变一个渐变的描边，还有图案，还有可以自己自定义颜色，非常的强大。那针对于描边的选项，它不单单的针对于是描边的颜色，咱们也可以呢来修改后面这里描边的粗细。比如现在这里是4个点的描边，咱们可以改成10个点看一下。那这样描边呢就变粗了更粗一点，20个点更粗了。后面这里还有一个描边的类型选择描边的类型，在这里呢可以选择描边的线型这个第一条是直线，咱们可以来选一个虚线。好，这样你看描边呢就变成这个小圆点的虚线了。还可以呢编辑更多高级的选项，比如说对齐。那对齐就是选择是在内边还是中间边还是外边。那现在我们看这是内边，那选择中间边，那这个圆点就在图形边缘的中间。那选择外边，那这个描边就描在了图形以外外轮廓。还有就是端点的设置，这个端点呢大家也会遇到这个不同的类型比如说端点是平角的呀，还是圆角的呀，还是方角的，这些都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可以画一条线自己来看一下就明白了，很好理解。还有就是角点就是连接点的设置，或者是方角，或者是圆角，或者是折线角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选择直线状态下，现在是角点是方角，如果我们改成圆角看一下，大家看圆角的话，这个心形里面这个转折点呢就变成圆角了。那如果我们把圆角变成方角的话，那这里呢就变成了尖角了这些都是很细微的小知识，这个呢要大家自己得多试多练，画几条线，把这些呢都试一试，看看有什么区别，通过自己呢勤动手才能够记住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到时候该怎么用。另外下面还有更多选项，那这个更了不得了，点一下看一下这个里面呢，那前面这个预设还有对齐端点角点，这个跟前面这个一样，这个不用说。那主要这里呢就是针对的是虚线，勾选这个虚线这里呢就是来针对虚线进行编辑的，虚线的高级编辑。比如说虚线长度为4，间隔为2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造型，是吧？那么咱们可以改一下参数，把虚线的长度改成1，间隔也改成1，那这样虚线呢就发生变化了就这样等长等间隔的。那后面还有虚线和间隔，这个就是编辑更高级一点的虚线了。比如说在第2种虚线的这个方式选择个3，那这样虚线就变成了一个1，一个间隔1，一个3这种样式的。大家在这里呢可以调节数字，自己来试一试，创造出自己想要的最完美的虚线。好，针对于形状，那后边还有
对高度和宽度的调整，包括锁定比例。那比如说锁定一下比例，现在的宽度是380，我们可以改成500啊，这样这个图形就变大了。而这个变大呢，它是无损的，因为它是矢量的，所以它可以任意的放大缩小。比如说把500变成50啊，这样就变得很小了，是吧？再变回400。但是有一点咱们要注意哦，就是在变大变小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400变成200吧，形状是变了，但是描边的宽度没有变，一直呢保持的是20点的宽度。所以现在来看这个200像素宽度的新型，它有一个20点的这个描边，这看上去是很难受的，是吧？也就是说，在这里改变大小，它改变的只是形状的大小，那描边呢并没有变化，它不能够等比例的缩放。那么怎样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等比例缩放的效果呢？那只能把它封装为智能对象了啊，这个我们就以后再来详细讨论吧，讲智能对象的时候再来说。好，咱们接着再来看形状模式下的选项栏。那调整大小后面呢，这里就是路径操作的选项。那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都是一样的，这些模式。然后后面就是对齐和分布，再往后就是修改叠加层次。那这些现在都是灰色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个形状图层里面只有一条路径。那如果我们这一个形状图层里面有多条路径的话，就可以使用这3个工具了。比如说现在我们画的一个新形，我们以使用这个路径选择工具，把这个挪一挪先放到一边，然后可以用钢笔。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模式，什么模式呢？第一个模式是新建图层。在这个模式下，如果我们用钢笔来画形状，画一个随便画一个。那么我们来看，现在呢就新建了一个形状2图层。这个时候是新建图层的模式。咱们返回一下，返回到只有形状1这个图层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绘制模式呢改成合并形状，点一下。现在再来画形状，那还是形状模式，再来画一下可以画到叠加到一起都可以。现在我们来看，还是在这个形状1这个形状图层里面，我们又绘制出来了一个形状。那这一个形状图层里面呢，可以包含很多个形状，其实呢就是包含很多个路径，是吧？那现在看这个在合并模式下，我们如果把2个路径我们可以说把这个形状里面的东西呢就叫路径，因为它就是路径把这2个路径放在一起，这2个路径呢就实现了合并。那这个合并大家看从描边上就可以非常这个直观的看出来了可能说现在这个描边看着不好看出来，咱们把这个描边改成直线描边颜色换一个深点的颜色现在看得清楚了吧，是吧？2个图形合并了，它们有一样的描边。好，那现在我选择一个路径，选择其中一个路径，然后呢再来换一个模式比如减去顶层形状，点一下这样方形就把心形的这一块呢减去了这就是减去模式，和我们前面讲路径的时候是一个道理的，但是在这里看得更加的直观了。那我们讲路径的时候是在路径面板这里看，那就这儿这里所演示的这个缩览图里面所演示的这个效果，在这画面上呢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来了。同样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2个路径
变成交叉两个交叉在一起的也可以点这个排除正好相反。当然也可以合并形状组件，把它们两个呢变成一体化变成一条路径。这样那怎么动呢？它们俩都是在一起的了。那么这个后面的排列还有叠加次序，这个就不多说了。咱们可以在同一个形状图层里面绘制多个不同的形状，然后呢在这里面试一下对齐排列再一个就是这个形状的叠加次序。那这个叠加次序呢，其实就是对于减去顶层模式形状的这个有影响。这个我们前面讲路径的时候都说得很清楚了大家回忆一下，两者呢相结合的看一下。其实我们可以把形状看作是路径的一个大包袱它把路径生成了描边，生成了填充，然后呢把它们都包了起来，然后整合到一个图层里面，变成了一个实体的图层。那这个图层就是形状图层。咱们在这个形状图层的状态下，然后呢把钢笔工具再选回路径状态。现在还是路径，那我们在这个形状图层里面就可以画路径，比如画一个三角。那这样路径呢就很实体化的变成了形状了它画到了形状图层里了。这样就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话形状图层其实就是路径的大包袱，它把路径包装了起来，给予了它最直观的形象填充或者描边什么的。那么形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两点，一个它是无损的，它是矢量的，再一个它是可调可控，可以随时来编辑的。好，我们来看在选择工具的旁边，这里呢就是形状工具组。我们看形状工具组里面有多少工具？很多是吧？有矩形，有圆角矩形。那个圆角矩形就是我们现在画这个图标用的圆角矩形工具。另外还有椭圆工具、多边形工具、直线工具，还有自定义形状工具提供了有很多的工具让我们选择。我们可以先来看矩形工具，点击矩形工具，现在就可以来看它的选项栏。那选项栏这里和钢笔工具形状模式下的选项栏呢，它基本上是一样的钢笔工具无非就是多了一个绘制的一些辅助选项，橡皮带自动添加删除之类的。那我们看形状工具，它的使用呢就很简单了现在来绘制矩形形状。这个画形状就跟画这个矩形选区是一样的画一个，那这样就是一个带有填充和描边的矩形形状。我们也可以呢用鼠标来单击，鼠标单击一下画面呢，这个时候可以来设定这个矩形的参数，比如说它的宽度、高度，还有是否是从中心开始来画。比如说我们设定一下宽度是200，高度是300像素的一个矩形，然后确定。那这样的就可以来准确的画出来一个矩形。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选项栏这里呢大小呢也可以改变它的大小，或者如果不需要那么精确，咱们也可以 Ctrl+T 自由变换改变大小。这个咱前面都说了是吧？这样关于形状工具其实咱们就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了，因为它就是提供了一组非常方便的形状供我们来直接创建就像这样既然共性不说，咱们呢就只说它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些需要注意的特殊的选项。我们来看选项栏呢，选项栏这里有一个小齿轮，那就是创建形状的设置。打开这里呢这里有一些选项，那这里有不受约束，还有方形。那选择不受约束呢，就是我们可以创建任何比例的这样的一个方形，这样一个矩形，这个横条的、竖条的，是吧？画了这么多了，删点吧，这个删掉。
那再来看，如果是方形呢，勾选了方形，那画出来的就是一个正方形了。也可以来输入固定的大小，比如说多少像素啊，多少像素，这个就不演示了。再一个就是固定的比例，那这个比例和大小有什么区别呢？大小是一个固定值，比如说画出来就是300×200像素啊，它大小是固定的。那么比例呢，就是一个比例的锁定啊，你可以画任意大小，但是它的长宽比呢是锁定的，比如说长宽比2:1，是吧？这样画出来的任意大小的矩形，它的长宽比呢都是这样的2:1的比例。那最后呢，就是从中心啊勾选了它这个复选框，我们创建的时候呢，就是可以从中心开始创建。咱们接着再来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形状工具呢，在形状工具组里面，这个第二个可以找到圆角矩形工具，然后呢，选择这个工具呢，就可以直接画出圆角矩形。画出这个圆角矩形来之后，如果我想调整这个圆角，就可以来看啊，找到属性这个面板啊，窗口属性也可以啊，直接找这个窗口属性，在属性面板这里啊，在这儿呢就可以来自由调节这个圆角的大小，可以在这儿修改数值，也可以拿鼠标啊，在这儿直接左右移动来改变这个数值。比如我想把这个数值变大啊，那这个圆角矩形呢，圆角就变大了。那么它有4个圆角，这4个圆角啊，现在是同时来修改的啊。我们把这中间这个链接符号把它关闭掉，那就可以单独的来修改这个圆角啊。这样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啊，创作出来任何各种的圆角的这种矩形了。再来看形状工具组，下面还有椭圆工具啊，选择椭圆工具，那么这个椭圆工具就是来画椭圆的，当然也可以来画正圆，那就是按照 Shift 键来锁定比例画正圆。同样选项栏里面后面这里也有设置啊，有不受约束自由画啊，也有圆，就是按照 Shift 键等于按照 Shift 键来画正圆啊，固定大小比例从中心，这个都不用多说了，都是一样的用法。再来看这里呢，还有多边形工具。那这个多边形它是几边形呢？啊，咱们先画一下。好，这样画出来的是一个5边形。它只能画5边形吗？啊，当然不是了，你可以自由的想画几边形就画几边形。在选项栏这里呢有一个边，那这个边选项现在是5啊，咱们可以把它改成3都行啊，三角形吧，当然最少就是3了，是吧？你不可能是两角形、三角形，或者改成16边形。当然这个16边形边太多，这个就是边越多越像圆了。好，咱们看选项栏这个小齿轮这里设置选项，那这个设置选项里面有半径啊，可以设定半径的大小啊，就是从中心点到外部点的距离，它就叫做这个半径。那下面还有平滑拐角，勾选它，那画出来的多边形的尖角呢就变成圆角了，可以试一下。现在这个是5边形，那我们画一下啊，这样这个5边形啊变得非常可爱了，这都变成一个圆嘟嘟的一个东西了，是吧？它的尖角都没了，变成圆角了。再来看这里还有星形啊，勾选星形选项啊，可以设定它的这个缩进值啊，现在默认50%。那用星形选项我们来画一下啊，对于5边形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画出来一个标准的五角星。另外还可以来详细的设定它的效果，比如把这个缩进边改的稍微的大一些，改成85%，这样再来画这个星形啊，这个星形就变成这样了。下面还有平滑缩进，我们把这个缩进边降低一些，75吧，然后勾选平滑缩进。
这个看一看能带来什么效果就可以了就变成这样了。这里呢就是提供了一些小的功能，让咱们的作品呢灵活多样化。再来看下面直线工具，这个点一下更不用多说，直线工具其实就是画直线。那在这里呢，直线工具可以来设定一下粗细，就是这个是1个像素，咱们可以设定10个像素，然后画一下。那这样画出来呢说是线，其实呢也可以能把它看成一个长条的矩形，是吧？用起来这个怎么灵活怎么来。那在设置这儿有一个箭头选项，我们可以呢在这里来把这个直线变成箭头，可以在起点加一个箭头，也可以同时在终点加一个箭头。勾选了箭头之后，咱们再来看画这条线。好，这样开头还有结尾两头呢都有箭头了。当然这个箭头看起来不太舒服，是吧？咱们可以就是合理的调整一下就可以。比如把这个粗细改一下改成5像素。这个时候这个箭头咱们画一下。这样呢这条直线呢就带有箭头了，很方便的让我们画出一个箭头来，同时也可以对箭头来进行调整。这个大家自己试一试就知道有什么变化了这个就不多说了。最后再来看自定形状工具，点一下自定形状工具。这个自定形状工具呢我们用的其实也挺多的，尤其对于咱们比较喜欢偷懒的学生就是比较用的多。怎么呢？因为这个自定形状就是 PS 里面预设的一些形状包括我们可以从网上去找一些形状素材来添加到咱们这个素材库里面，然后随时来调出载入，随时来调用这个形状。那我们来看这个设置里面和矩形、圆角矩形这个都一样不受约束，定义比例、大小等等等等，这个都不用说。主要的内容就是在于后面这个形状这个下拉菜单、下拉选项。大家看这里呢就有 PS 里面自带的预设的一些形状。其实这个感觉就跟咱们那个自带的画笔自带的这个图案等等这个都是一样的性质，就是 PS 自带的一些形状图形。那这都是 PS 里面自带的，咱们选第一个，然后在画面上画出来，可以自己这个调整这个比例这样自动就画出来一个形状画框。画出来以后，咱们可以再修改这个描边比如把描边去掉，修改填充换一个颜色。这个想怎么编辑就怎么编辑了。这些小图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们全是矢量的可以自由的放大缩小。那我一直在说矢量可以自由的放大缩小，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它在 PS 里面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形状图层，然后我呢再复制一份，再复制一个形状副本，这样呢是2个图层，一个形状1，一个形状副本。那这个形状1副本我呢把它栅格化。什么叫做栅格化可以在这个图层上来右击，找到栅格化图层选择它，然后点一下。大家看这样这个图层就没有类似于形状图层这个小标记了。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同时来把这个2个图层选中，然后 Ctrl+T 进行自由变换。我们可以先缩小，缩到很小。缩小之后我们再来放大看一下这个这什么都没有了都快这是非常小，就以非常少的像素组成这个图像，看上去这个图没法看，是吧？很小。那现在咱们把它放大，
再来放大。应用，这个时候大家看出什么意思了吧？作为矢量图层形状一，放大之后呢，它还保证着原来这个清晰的边缘。作为普通图层的话，它的像素信息呢，但是固定的。我一旦把这个蝴蝶缩小之后，那么它这个像素就经过计算啊，就会扔掉好多像素信息了。那这样我再强行放大的话，这个原图就失真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家就可以知道矢量图它的好处在哪儿了。所以大家以后在制图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利用形状工具，善于利用形状。大家看，这是绘制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新形。咱们可以右击，然后在右键菜单呢找到定义自定形状啊，点击这个命令，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形状保存下来。比如说起一个名字，确定，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定形状工具，那在选项栏的这里的下拉菜单来找到新啊，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那选择它，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反反复复的来使用这个新，啊，反反复复的画它，这样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定形状。那我们一开始就说，在这个绘制模式里面有形状有路径，那么还有一个模式呢是像素模式。那这个像素模式其实自然就不用多说，咱们选择这个像素模式啊，选择这个形状工具啊，哪个形状工具都可以，比如说这个矩形工具。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形状工具画出来一个矩形，这样呢直接就生成一个像素。大家看这里并没有生成形状图层，而是在这个背景层上直接画了一块黑色，一块像素啊，它就直接按前景色来画了一块颜色。好，我们换一个工具，换自定形状，就用我们刚才自定这个新形啊，可以换一个颜色，画一颗红心。那也可以新建图层，画在新图层上啊。其实这个呢，就是直接用矢量工具，用形状工具来画像素图形。那对于一些不太重要、一些临时的工作、一些临时的小图，用这个呢就比较快捷。那在选项栏后面呢还有模式啊，可以在绘制这个图形的时候呢带有这个混合模式啊，这个就先不多说，这个我们讲混合模式的时候自然就会说到混合模式了啊，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题了。所以关于像素模式呢，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